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九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已经放出了小米10 Pro 非常详细的一个体验测评，包括它的一些实测数据呢，大部分都已经更新了，并且也做了视频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提出了很多视频中我们没有聊到的问题，再加上呢，这个前2天我的小米10是到了，我也用了几天，之前那期视频里边呢，并没有聊到小米10。OK， 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关于小米10和小米10 Pro 的6个问题，咱们马上开始。对了，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特殊时期都不容易，就不要下次一定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 B 站热评的第一，也就是问这个小米10 Pro 到底比小米10 Pro 在哪儿？其实他们两个呢还是有很多小地方是不一样的，我就不一一列举的，我就说一下我使用的这几天，尤其是小米10 Pro 我已经用了有1周多了，这个小米10呢是几天的时间，这个我感受最深的3个地方。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外观 ID 的材质方面，也就是后背的这个 AG 工艺的玻璃，小米10 Pro 的这个手感呢确实是要好上很多，如果你在线下摸到的话呢，相信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，这个之前也有旗舰机用过，这点上小米10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这2台机器就是猛的一看一拿起来，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没有任何区别，除了这个后背的这个材质之外。然后在颜色方面呢，也是 Pro 呢更加的深邃一些吧，尤其是这个蓝色相差很大啊。这个小米10呢更加青春一些，它这个滨海蓝呢就浅很多，就很活力一些。第二个就是摄像头方面，这也是他们2个这一次最大的区别吧。小米10上呢，它有2个凑数镜头，大家都懂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实拍的样张呢，我给大家放一下啊。其实呢，我个人感觉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摄像的话呢，也 OK，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只是在细节上，比如说一些边缘啊，或者说夜景上呢，会有一些区别，因为毕竟是2套不同的模组。很多小伙伴说他们俩的算法是不一样的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。这2个模组，这个有2个摄像头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要是用同一套算法的话，那肯定会有一个相机会翻车的。所以说相机方面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地方，也是它 Pro 的一个地方。第3个点呢，就是在快充方面。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机友呢，尤其是看视频的小伙伴，这个重度机友应该不少。50瓦的快充要比30瓦的还是快很多的。综合体验上来说，小米10呢算是保留了小米10 Pro 比较核心的这些功能和体验，比如865啊、DDR5啊，然后90赫兹啊，这些东西该还是都有的。第2个问题是这2台机器的实际续航表现如何？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小米10 Pro， 它的续航呢给我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我没有感受到我会对这个续航呢产生一些焦虑。小米10 Pro 的3小时和5小时续航呢，我们的数据库呢已经更新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排名，都是排在前面的。这个虽然说没有登顶或者说第1、第2吧，但是呢，作为首发的865机型，然后早期的软件调优版本，这个成绩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还有就是小米10，它的核心配置呢，基本上跟小米10 Pro 是一样的，然后它的电池呢还大了280毫安时，也就是4780毫安时的电池，所以说续航上呢只会比小米10 Pro 要更好一点啊。这2台续航是不需要担心的。第3个问题是相机表现如何？之前在体验测评中呢，这个样张呢我也给大家放过了。果然在新机发布之后呢，它又更新了一版。之前体验测评中说的那个取景框有这个果冻效应、卡顿的问题呢，已经改善了非常多。很多小伙伴说的这个1亿像素它卡不卡的这个问题啊，这个1亿像素卡吗？它肯定卡，包括 S20 Ultra 它都卡。这个1亿像素呢，确实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呢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呢，这里的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卡，这里是停顿处理，而不是说由于系统优化的问题它卡住了、卡顿了，不是这个卡啊，也不能连拍，包括 S20 Ultra 也是这样的，小米10和小米10 Pro 都是这样。如果你非要把这个叫卡的话，那我觉得高像素可能并不太适合你。第4个问题是使用一段时间屏幕观感你觉得到底怎么样？我可以直接回答大家，小米10 Pro 的屏幕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之前呢用这个新 Max 啊，或者是 Note 10 Plus，最近在用这个小米10 Pro 呢都是 OK 的，尤其是亮度方面，这个色准就不用说了。
它发布会上已经讲了，这个亮度方面呢，这次它还是调的非常的亮的，也是E3的最新材料，这也是旗舰机的一个标配吧。但是在色准上呢，有些小伙伴说可能会比10 Pro 要稍微差一些，但是我并没太察觉出来。还有一些小伙伴说的这个没上2K 的屏幕，然后1080P 312核算过来，这个 PPI 是不是有点低了？确实是不高。这个如果你要是仔细看这个文字的边缘或者说图标的边缘的话呢，会有一点点锯齿的这个感觉，就一点啊。但是呢，肯定也是权衡了这个成本啊，还有就是续航方面的一个考量，就是有得必有失吧，有失必有得。第5个问题是，说实话没有想到，这个热评前5好像有2个都是说这个断流这件事情。断流这个事儿呢，怎么说呢？我先说小米10 Pro， 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啊，中间只出现过一次，刷抖音的时候好像是断了1次流，就是刷不动了，网突然没了，就是没有流量了。小米10呢，我用的时间是比较短，并没有出现断流的情况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，其他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吧。之前我用这个新 Max 啊，或者说 Note 10 Plus， 别的这个没发布的手机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觉得断流这件事有点玄学啊。这个无论你现在用什么手机，或者说你想了解什么手机是否断流，只要加上这个型号，然后加上断流2个字，现在可以打开百度搜一下，基本上全部都有断流的情况。我觉得小米10和小米10 Pro 这个断流情况还 OK， 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另外呢，我再说一下这个之前我装的那个小米新发布的 WiFi 6的路由器，总体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，它的体积还是挺大的，设计感呢也比较强。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呢，就是它的5G 穿墙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也有一点小问题，那就是高速的波动是稍微有点大，就比如说有这个 WiFi 6之后呢，下载速度可能达到10几兆，或者说7、8兆这个每秒速度，有时候10几兆它突然会跳到5、6兆，然后再跳到10几兆，再跳到7、8兆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我也及时反馈了小米路由器的这个工程师，他们也说会尽快的迭代固件。我觉得这就是数码产品，尤其是手机这类产品的一个特性嘛，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要稳定、想要好的话呢，你就过1个月之后再买。这个软件呢肯定会有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一个过程，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而且正好1个月之后也没人再给你抢了，你可以顺利的买到啊。如果你要不是太着急的话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也是这一次小米10和10 Pro 呢争议比较多的，就是这个3999元，你觉得它贵吗？值得吗？这台机器的质感到底怎么样？我先来说硬件方面啊，咱们就不考虑这个小米啊什么品牌这些价值，单从价格和硬件配置上来说，3999的起售价格，4999的起售价格，它是比较值的，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觉得这也是小米这个品牌，或者说一些人对小米品牌的一些固有印象吧。就是小米怎么能卖3999呢？怎么能卖5000块钱的手机呢？有5000块钱的手机，我为什么要买小米呢？甚至有些人说3999，我的青春结束了。我觉得大家要看产品，不要看品牌吧。单从堆料上来说，就865RP DDR5，然后90赫兹什么双扬声器这些东西该给你的都给你了，这个价格呢还是 OK 的。而且大家不要忘了，它是5G 旗舰手机啊，加上5G 这2个字啊，价格又涨了好几百块钱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说它这个质感怎么样的这个问题，说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之前呢我在把玩手机的时候，我妈过来看我把玩这些手机，我让她选一个你最喜欢的，当时他在一桌子手机上选择了 Note 10 Plus 是他最喜欢的机，我又让他选你觉得这堆机器里边哪个最贵，然后他选择了一台没发布的，我就不说了啊。另外呢，他还选择了小米10 Pro 的这个白色版本，当然可能他比较喜欢白色，但是他给我的理由是摸着非常舒服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质感方面这也算是一个侧面的印证吧。价格这块呢，多说一句，确实这次的价格呢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，但是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要看产品，不要看品牌，不要对某些品牌呢，或者说某些产品形成一些固有的印象。这次小米呢也确实告诉了大家，我也可以做5000块钱的旗舰，因为做旗舰、做高端机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和一个契机的，这个契机特别重要。比如说之前的 Mix 系列啊，或者说一些概念机系列啊，小米都没有冲击高端成功。之前的一加采用了90赫兹最顶级的这个屏幕，然后把手机呢送到了更高的一个价位段。这次的小米10 Pro 呢，采用了一个非常稳妥的办法，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水桶机。注意，这里是褒义词啊，
就是该给你的都给你了，比较稳妥的一个旗舰机，而且卖5000块钱也没啥问题。OK， 到此为止呢，小米10和小米10 Pro 基本上问题都回答差不多了吧？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。更多精彩视频，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商城3天无理由退货，182天保修，还有数据库都在公众号里边，扫码关注就可以了。不过真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